我的天哪！贝爷飘了，他居然打起了野马的主意，试图用美男计来诱惑母马，最终他能不能吃到马肉呢？你们猜猜看。大家好，我是贝爷的小米粉吃瓜姐，最近天天被粉丝催更，断更一天你们就开始胡思乱想了，不是说我去私会了，就是说我去相亲了，甚至还有小可爱说我更新的速度像拉屎一样。好吧，小祖宗们，我错了，请大家放心，我是不会改的，实在是拉不出来，没办法呀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来看咱们家的主角贝爷。加利福尼亚州的内华达山脉是本期贝爷要挑战的地点，在这里海拔很高，崇山峻岭，气温也是多变的。他将独自一人手无寸铁的为大家展示如何在森林里长膘。主要是这里的野生动物实在是太多了，贝爷打算在这里大杀四方，并且早早的立下 flag， 不胖10斤绝不回去。贝爷在飞机上看着脚下除了树还是树，不禁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想起了前2次挂在树上的经历，这一次要是再挂在树上，那还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啊？一定得挑选一个没有树的地方跳伞。你说巧不巧，前面正好有一处高山湖泊，贝爷此次的降落点就选在那里了。他跟飞行员简单的道别之后，就跳下了飞机。因为这里空气稀薄，气流很猛，所以降落的速度比平常要快一些。哇哦，粉红色的降落伞，一看就知道贝爷绝对是一个氪金玩家。话不多说，我在 P 城等着你。有降落伞的加成，他很顺利的落到了湖泊里。虽然躲过了挂在树上的命运，但是接下来要面临的是身体失温的风险。水里温度很低，跟冰水基本没啥区别。目前就只能把衣服裤子都脱了下来，放在石头上晒干。晒衣服的时候，正好可以利用太阳分辨方向。他采用一种古老的方式，叫做立竿见影。随手找一个树枝插在地上，在影子的末端做一个记号。等影子慢慢移动了15分钟以后，就做下一个记号，这样就可以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了。大概还有6个小时就天黑了。这里的海拔太高，所以一到晚上就冷得要命，必须要赶紧下山。出发之前，贝爷打包了一壶水带走，打算等有条件了再煮熟了喝。湖泊里的水看似很清澈，但是并不代表它很纯净。想上吐下泻的话，倒是可以直接饮用。下山的路危险重重，不是碎石悬崖就是积雪。贝爷几经波折，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悬崖上，目测垂直高度有100多米。如果绕路的话，起码要花上几个小时。而在咱家贝爷的字典里，压根就没有绕路这2个字，直接干就完了。那句话咋说来着？早干早散。没有绳子，也没有任何攀岩的辅助装备，只有用腚慢慢的蹭上去，遇到陡峭的地方就俯身下去。贝爷走在悬崖上，脑海里想起了一句俗话：不关注瓜姐都是耍流氓。这句其实是我瞎说的，其实呢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好在贝爷一向是稳如老狗，顺利来到悬崖下边，这里是一片树木林。贝爷在树林里没有走几步，就看到了一条小溪。每次看到河流，他总是会说，这就是逃离绝境的关键，顺流而下就能找到小镇。然而每次都没有他说的这么简单。贝爷在河边捡到了一些木头，打算做一个木筏，用河岸边的葡萄藤作为绳索。葡萄藤可是个好东西，不仅结实，韧性好，还可以吃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造好了木筏，并且解锁了贝爷版的激流勇进。由于没有船桨，不能控制方向，为了避免撞在礁石上，贝爷只好不停地用踢腿来控制方向。看起来倒是蛮好玩的，想瘦腿的老铁们可以来试一试。在水面上前进的速度那是没得说的，才半个小时就飘了将近3公里，马上就飘到了河道下游。这里水流湍急，急流来势汹汹，一个接一个的拍过来，眼瞅着贝爷就要招架不住了。他紧紧地抓着木筏，结果还是被急流给冲走了。失去了木筏，贝爷就不能够再奇幻漂流了。不过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，反正现在也快天黑了，贝爷打算先生火，把衣服烤干。他找到了一个山洞，今晚就打算在这里凑合一晚了。用打火石点燃了一堆篝火，贝爷直言在火堆面前，才终于有了一种做人的感觉。一天没有吃东西，本来开局说要胖10斤的，结果呢，一天下来估摸着怎么也得瘦个5斤吧。这脸打的啪啪响，他靠着火堆度过了内华达山脉的第1个晚上。今天是第2天，贝爷起了个大早，用松针煮了一杯热茶暖身子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开胃茶而已。今天他要开启猎杀模式，也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会落到贝爷的手里。哦，倒霉蛋出现了！贝爷看着前面的4匹野马，哈喇子控制不住的流了一地。他开始盘算着靠近一匹母马，用自己的美色诱惑它，不是用地上的青草来诱惑它，获得野马的信任，再趁机把它驯服，最后骑着马离开山脉。好家伙，想的倒挺美的，请各位老铁先把野马王子打在公屏上，接下来就看贝爷表演了。
他连哄带骗，总算是把编好的绳子套在了马脖子上。为了安抚小马，还亲了他一口，嘴里说着乖孩子听话，不怕不怕，叔叔可不是坏人，不会把你去斗生吃的，只是想骑上你而已。说完以后就准备跳上马背了。结果这不尴尬了吗？小腿太短没骑上去，马受惊嗖的一声就跑了。野马表示，要不是看在刚刚你亲了我一口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一脚踹飞了。贝爷的小算盘算是落空了，白白耗费了大半天的时间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能填饱肚子的食物。贝爷在草地里发现了一只野兔，然后猛地一镖丢过去，野兔猝不及防，就挺突然的，没有一点痛苦的上了天堂。贝爷扛着野兔，随便找了一个营地，就开始生火烤肉了。美食家贝尔的吃播节目马上开始，建议正在吃饭的小伙伴们先把筷子放下，看着贝爷吃烤兔，你们碗里的饭估计也不香了。反正瓜姐现在觉得手里的辣条已经索然无味了。贝爷吃着烤兔，嘴里发出给给给的笑声，实在是太坏了。兔兔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不加孜然粉和辣椒面呢？Straight off a barbecue。他吃饱喝足以后，看着天空，天哪，简直是美的不可方物啊！果然吃饱了以后，看啥都别有一番风味。欣赏完美景，再刷一刷瓜姐的视频，顺便再点个赞什么的，就要睡觉了。今天是第3天，一大早起来，贝爷就开始找零食吃了。昨晚刚刚吃那几斤肉，感情睡一觉全消化了呀。他抓了一只木蚁，嘴里说着这小家伙咬人贼疼，咬死不放的那种，不信你们看啊！好家伙，咱也没说不信呢，没必要放在自己的舌头上做实验吧？万一有毒怎么办？好吧，有毒也要去头生吃，味道嘎嘣脆，蛋白质是牛肉的5倍。吃完一顿木蚁小吃以后，就要加快步伐赶路了。现在天气很热，他的水已经喝完了，必须要赶快找到水源。没有水源，可以在路边摘一些小熊果来吃，补充一点点水分和维生素。熊果树的叶子也很有用途，据说土著印第安人就是拿这玩意儿来刷牙的。现成的牙刷，贝爷怎么可能会放过呢？想要牙口好，请用贝爷牌牙刷，保证吃嘛嘛香。贝爷在灌木丛里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反正现在时间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湖泊，这确定不是开局跳伞的那个湖泊。看到水的贝爷简直开心到起飞，直接爬进去就开始了蹲蹲蹲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在湖泊的不远处有一条公路，那就是他的逃生之处啊！现在只要想办法穿过湖泊到达公路，就能够回家睡觉了。这一次贝爷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如何利用裤子做浮筒，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有手就能学会。当然，首先你必须要有一条质量好的不透气儿的裤子才行。像隔壁德爷经常穿的开裆裤就弄不了，2个裤脚打一个结，然后在里边装满空气，一个简易的救生衣就做好了，只要不漏气，就能一直抱着它来到河对岸。好了，贝爷的内华达山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这次经历对他来说非同寻常，他穿越了山脉悬崖和河流，克服了很多困难。瓜姐觉得主要是吃到了烤兔，这趟旅程才有意义的。下一期贝爷将去往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——阿拉斯加山脉。这里的地貌非凡，有一望无际的海岸线、茂密的森林和巨大的冰川，每年有至少20人丧命于此。美食博主贝爷能不能在这里吃饱喝足，并且逃出去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看完视频不点赞加关注的，瓜姐一律视为耍流氓处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吃瓜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